我能听懂非人类的心声。第一次跟男友回家，我就发现他全家都不是人。未来婆婆拉着我的手温柔寒暄，脑子里突然钻进了婆婆的心声。这细皮嫩肉的，不知道经不经得住我儿子的一顿造。而我一直以为温柔斯文的男友，此刻正用雪白的尾巴轻轻缠住我的脚踝。别怕，我们只是素。我男友帅到人神共愤，家里还大到能停直升机。结果第一次上门见家长，我直接被3只 S 级兽族围观。婆婆是九尾狐，公公是金睛虎，小姑子是雪顶豹。未来婆婆热情地握着我的手，我脑子里却想起一声狐狸叫。这人类幼崽的手感真不错，一爪子能拍晕吗？出生起就听得懂动物说话，原本只用来撸猫撸狗，谁能料到第一次见未来婆婆，竟靠这能力给她做了回物种鉴定。好好的见家长，直接变成动物园1日游。未来婆婆一把抓住我的手，你就是念和吧？长得真鲜嫩，快让阿姨好好闻闻。哦不，看看。我正要挤出一个甜美乖巧的笑，脑子里突然钻进了婆婆的心声。手感真不错，要不拍晕了拖回窝里当储备粮？算了算了，是儿子带回来的，得忍住。储备粮，我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内心闪过10000句救救我，救救我！未来婆婆抚摸着我的手背，像在菜市场里挑拣五花肉。孩子，别紧张，这就是你的家。脑子里的狐狸叫还在继续。这细皮嫩肉的，不知道经不经得住我儿子的一顿造。我颤抖着想把手抽回来，一个威严的男中音从客厅传来。让孩子进来坐，别堵在门口。是未来公公，他穿着一身中式盘扣褂子，坐在红木沙发上，气场2.8米。他淡淡的瞥了我一眼，我脑子里却钻进一声苦笑。好瘦小的雌性，能生出 S 级虎崽子吗？长相倒是还不错，但屁股大才能生羊啊！我下意识的挺了挺胸，又悄悄往后撅了撅屁股。对不起了，叔叔，让您失望了。我屁股确实不大。男友似乎丝毫没意识到，我早就是他们家认定的备选储蓄粮这件事，还揽着我的腰，把我带到沙发边。妈，这是念和，我很爱他。未来婆婆立刻接话：孩子，你终于开窍了。我的脑内却传来未来婆婆的一声狐狸叫。爱个屁，你就是馋人家的身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花花肠子，随你那个死鬼爹。我震惊地看向未来公公，这老人家玩得还挺花。未来公公端起茶杯看向我，坐吧。我屁股刚挨着沙发，脑内就传来未来公公的一阵虎笑。烦死了，家里一股陌生雌性的味道。听到这话，我吓得一下弹了起来。男友扶住我，怎么了？不舒服吗？我看着他那张360度无死角的俊脸，欲哭无泪。你家不是豪门，是聊斋啊！楼梯上传来一阵清脆的脚步声，一个穿着精致的年轻女孩走了下来。哥，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女朋友？是我的未来小姑。她一开口，我的脑子里就响起了一声动物叫。哪来的土包子人类，还想当我嫂子？她也配？哦，她是雪豹，拜金的雪豹。男友皱眉呵斥着，不许没礼貌。未来小姑翻了个白眼，一屁股坐在我对面，翘起2郎腿，脑内响起雪豹叫。我挠她，把她脸挠花，让她滚出我的地盘。顿时，我的脸颊凉飕飕的。雪豹妹妹，冲动是魔鬼，伤害人类你可是要坐牢的。一家人到齐了，未来婆婆开始盘问我的家世背景，我老实回答着，我爸爸是老师，妈妈是护士，家里就我一个孩子。未来公公的脸色肉眼可见的沉了下去，公公的心声传来，完了，我家的血脉要断送在这个瘦小雌性手里了。未来小姑直接笑了出来，农村家庭，这种女人连给我提鞋都不配。只有男友紧紧握着我的手，坚定地说，我爱的是念和这个人，跟他的家庭背景无关。我好奇的集中精神，想听听我这个完美男友的心声，结果却是一片寂静。难道他是人？一个纯种的人类，领着我闯进了妖精窝。饭后，未来婆婆拉着我说要带我看一下她收藏的珠宝，我心里警铃大作，这剧情我熟啊。接下来是不是就要甩给我500万，让我离开他儿子？果然，刚离开客厅，未来婆婆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你和我儿子是不可能的，你和我儿子是不可能的。我正准备发表一段我们是真心相爱的誓言，结果他的狐狸叫先一步在我脑子里响起。这傻丫头，真以为我们是嫌弃她穷吗？她是个人类啊，人类的寿命才短短几十年，到时候她老得满脸褶子，我儿子还是貌美如花，这可怎么办？我愣住了，等等，这画风不对啊，她不是嫌弃我，她是在为我的未来担忧。未来婆婆突然从身后抽出了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她灵活地晃了晃，看到了吗？我们家不是普通人类。我看着那条比我人都高的大尾巴，脑子一片空白，脑内传来未来婆婆的心声，好想让她摸一下我的尾巴，她看上去就好会撸毛的样子。不行，我要保持高冷。面对一条蓬松的像棉花糖一样的狐狸尾巴，我的手蠢蠢欲动，我的本能在尖叫，撸它，快撸它！未来婆婆见我直勾勾地盯着她的尾巴，表情更加严肃了。害怕了，害怕就对了。我儿子，他虽然现在看着正常，但他发起疯来，连我们都控制不住。婆婆高冷地说罢，她的心声却响起，这人类幼崽的表情好呆，一定是被我华丽的尾巴迷住了。我艰难地吞了口口水，试探着问阿姨，您儿子原型是什么？总不能是哈士奇吧？那玩意儿发起疯来确实控制不住。未来婆婆女士的表情变得高深莫测，她的原型是季季，是我们家最大的秘密。总之，你配不上我儿子，给你一张卡，500万，离开他。
没等我猜到，婆婆的心声传来。我儿子的原型当然是全世界最威猛的。二哈啦，说出来都丢死个狐狸。我们这一只高贵的九尾狐血脉，怎么最后生出个返祖的拆家玩意儿？我没忍住笑了出来。未来婆婆蹙眉看向我，你笑什么？我赶紧憋住笑，一本正经地说：“阿姨，我没笑，我是觉得您这条尾巴真好看。”他夸我耶！这幼崽太有眼光了。他嘴上却冷哼一声：“油嘴滑舌。总之，你配不上我儿子，给你一张卡，500万，离开他。”他说着，真的从爱马仕包里掏出了一张黑卡。我没接那张卡，而是鼓起勇气，伸出了我的罪恶之手，一把抓住了他的大尾巴。住手！未来婆婆和我脑海里的狐狸叫同时响起，未来婆婆整个人都僵住了。1秒后，一声舒爽的呻吟声传来。他摸了，他竟然敢摸我的尾巴！可是这手法，这力道怎么这么舒服？开玩笑，这可是我以前在宠物店打工学来的撸狗18式。我开始顺着毛，从尾巴根一路撸到尾巴尖，门突然一下被推开，男友和未来公公、未来小姑3人站在门口，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我正蹲在地上撸着一条巨大的狐狸尾巴，而我未来婆婆正四仰八叉地躺在地毯上，一脸爽到升天的表情，空气死一般的寂静。未来公公的虎笑声瞬间在我脑子里炸开，我要咬断他的喉咙。我吓得手一抖，揪掉未来婆婆身上的一撮毛。我那帅得发癫的男朋友快步走来，一把抓住我的手。你也喜欢毛茸茸？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未来公公一声虎吼，放开我老婆的尾巴！他身后突然冒出了一条橘色狐尾，他一把将未来婆婆搂进怀里，警惕地看着我。我的配偶是我的，不许别的生物碰。未来婆婆顿时满脸通红，丢死狐狸啦！竟然在一个人类幼崽面前爽到打呼噜，我的贵妇形象全毁了。未来婆婆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你到底是什么人？男友突然走到我面前，单膝跪地。聂和，既然你喜欢毛茸茸，那我们结婚吧。说着，他身后砰的一声巨响，一条毛茸茸的哈士奇尾巴钻了出来，整个客厅瞬间被3种生物尾巴打地板的声音填满了。我的男友真的是哈士奇，耳边传来一阵阵心声。完了，我家最大的耻辱暴露了，这个蠢儿子，我要把他塞回娘胎里重造。我蹲在地上，和单膝跪地的男友对视，我忍不住伸手摸了摸他那条毛茸茸的尾巴，男友舒服的哼了一声，整个人顺势就往我怀里倒，脑袋还在我身上蹭来蹭去，我的心脏受到了1万点暴击。不啊，这老犬系男友，这谁顶得住啊？未来公公一声虎吼，成何体统？给我起来！男友充耳不闻，反倒往我身上蹭得更欢，我只好抬手拍了拍他的头。好宝好宝，先起来，求婚不是这么求的。男友这才乖乖起身，身后的尾巴晃得我眼晕了都。我和这家子大动物围坐在沙发上，开启了家庭会议。男友整个人挂我身上，凑到我耳边，你喜欢我的尾巴不？我的毛比我妈那身还软，不信你摸。不必了。未来公公率先开口，既然你知道了我们家的秘密，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不是，还想怎么藏？尾巴都露半截了。我们家是上古妖族后裔，我属虎族，你阿姨是狐族，之瑶是雪豹，至于这逆子是我们家血脉突变的产物。我懂，说白了就是返祖了。我们之前查过你，身世干净，性子也温和，所以你们这是同意我和他在一起了。我试探着问，未来婆婆立刻抢答，同意，必须同意啊。未来公公也点了点头，表示默许。突然一阵微弱的声音钻进耳朵，是桌上那盆龟背竹的心声。可死了，我不仅能听懂动物说话，连植物的心声都能捕捉到了。我指着龟背竹对未来婆婆说，阿姨，她好像缺水了。未来婆婆半信半疑，是吗？我昨天才喷过叶面水。话虽如此，还是拿起水壶浇了些水。神奇的一幕发生了，那盆原本蔫软的龟背竹叶片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舒展开来，植物的心声也变得轻快。阿水，生命之源，活过来了。未来婆婆惊得瞪圆了眼，你怎么知道她缺水？天哪，她竟能和植物沟通，这是什么神仙技能？我们妖族都做不到。捡着宝了，我儿子捡着宝了。我随便找了个借口，以前看书上说，这种龟背竹叶片发蔫多半是缺水，谁信啊？你肯定会和植物说话。未来婆婆拉着我的手激动不已，你真是我们家的福星。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她拽着往屋里走，我带你去看你叔叔的藏品，他那些破石头破木头天天当宝贝似的供着，你帮我看看是不是也缺水了。我回头看向跟在身后的男友，哈士奇尾巴摇得像直升机螺旋桨。自从展露了能和植物沟通的本事，我在男友家的地位直线飙升。未来公公把珍藏的盆景全搬了出来，让我挨个诊断。这棵罗汉松是我8位数拍来的，丫头你仔细看看，它舒坦不？开心不？我听见罗汉松的心声，无聊，想去山里，不想待在这破盆里。我只好委婉告知未来公公，爸，他大概需要多透透自然风。于是第2天，那盆价值8位数的罗汉松被直升机空运到深山老林，享受纯天然养护。未来小姑也扭扭捏捏抱着她的仙人球来找我，我才不是求他，就是刚好路过。仙人球的心声却格外暴躁，别碰我，再碰扎死你！这蠢女人天天对着我唠叨，烦死人了。男友更是一天24小时黏着我，无时无刻不在求抚摸，求撸尾巴。这样的日子过了几天，早饭时，一个穿白色连衣裙、长发披肩的女人走进了男友家的大门。哥哥，我回国了。
我一看见他，脑子里就响起一阵高亢华丽的鸟叫声。开屏，快开屏，让所有人都看见我的漂亮羽毛。那个坐在哥哥旁边的女人是谁？是只孔雀，还是只带着绿茶味的孔雀？男友看见她，眉头机不可察地皱了下，哈士奇尾巴也停了摆动。未来婆婆脸上的笑容淡了几分。许曼青这只骚孔雀怎么来了？阴魂不散。未来公公更直接，内心吐槽，一股杂毛鸟的味道，熏得我没胃口。只有未来小姑见了他眼睛一亮，曼青姐来了，她最会挑礼物了，不知道这次给我带了什么好东西。这叫许曼青的女人，显然是男友家的老熟人。她无视众人微妙的神情，径直走到男友身边，仿佛没看见我一般。哥哥，你瘦了，是不是最近工作太累了？说着就伸手想去碰男友的脸，男友猛地一侧身躲到我身后，哈士奇尾巴都快夹到腿中间，一副别碰我害怕的模样。许曼青的手僵在半空，脸色一阵难看，她这才将目光转向我，眼里满是审视与不屑。这位是未来婆婆清了清嗓子介绍，这是念和，我儿子的女朋友。许曼青的手僵在半空，脸色一阵难看，我心里咯噔一下，好家伙，狗血剧情虽迟但到。许曼青很快调整好表情，对我露出和善的笑，原来是念和妹妹，你好，我叫许曼青，是哥哥的青梅竹马。我看着她，曼青姐好，不就是演戏吗？谁不会？不就是演戏吗？谁不会？他带我们进了一家高定礼服店，店员见了他都恭敬地喊许小姐。他随手拿起一件缀满钻石的裙子，在我身上比划。念和妹妹，你看这件怎么样？配你刚好。他的心声传进我的脑子，让你见识下我们上流妖精的消费水平，自卑去吧。未来小姑先不乐意了，搞什么？这裙子艳俗的像一栋迪斯科球，我嫂子才不穿这个。她直接从衣架上取下一件设计简约、剪裁利落的白色长裙。嫂子，你试试这个，好看，这才配我嫂子的气质，穿上就是仙女。我惊讶地看了眼未来小姑，这小姑子什么时候倒向我这边了？许曼青脸色难看，你嫂子皮肤黑穿白色不好看，我嫂子白着呢，我嫂子穿什么都好看。我见他们快吵起来，赶紧打圆场。逛累了，我们去喝下午茶吧。下午茶店装修的极尽奢华，金碧辉煌，服务员都穿着燕尾服。一进门，无数道不善的目光就落在我身上，在座的都是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年轻女妖。我脑子里瞬间涌入各种动物叫声，那不是许曼青吗？波斯猫的声音传来，穿的这么寒酸，人类怎么敢来这儿？百灵鸟的声音叽叽喳喳响起，好家伙，捅了妖界名人窝了。许曼青在一群女妖的簇拥下坐到主位，把我安排在他对面，给大家介绍下，这位是念和，我哥哥的新朋友。一个穿粉色纱裙的猫妖娇笑着开口，哎呀，曼青，这就是传说中那位，还真是后面的话没说，但鄙夷的眼神不言而喻。我还没开口，未来小姑啪的把叉子拍在桌上，什么门当户对，我哥喜欢就行，关你们什么事？许曼青假惺惺的打圆场，别生气，念和妹妹，你别介意。我淡淡的开口，得喝变质的咖啡，不会拉肚子吗？猫妖嗤笑，这可是顶级蓝山咖啡，怎么可能变质？许曼青附和，念和妹妹，蓝山咖啡都没喝过，还敢在这装行家？这可是顶级蓝山咖啡，怎么可能变质？许曼青附和，念和妹妹，蓝山咖啡都没喝过，还敢在这装行家？我盯着服务员，那服务员是只蜜蜂精，拿起咖啡闻了闻，脸色骤变，立刻鞠躬道歉，对不起，这位小姐，是我们的失误，我马上给您换一杯，不，换一壶新的。说完，端着咖啡快步离开，全场鸦雀无声，所有妖精都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我，连许曼青都傻了，怎么可能？他怎么知道的？难道长了狗鼻子？我放下杯子，淡淡开口，其实不是大事，咖啡豆受潮会有细微霉味，普通人，哦不，普通妖可能闻不出来，我只是鼻子灵点，我当然不是闻出来的，是那杯咖啡自己哀嚎了半天，救命，我发霉了。下午茶事件后，我在妖界名媛圈一战成名，传说 S 级兽世家未来的女主人是个拥有神之嗅觉和植物低语能力的神秘人类。许曼青彻底消停下来，再也不敢来找我麻烦，未来小姑更是成了我的小迷妹，天天嫂子长嫂子短的跟着我，我的豪门生活终于步入正轨，每天就是撸撸狐狸婆婆的尾巴，给老虎公公的盆景做心理疏导，陪雪豹小姑子逛街，再抽空应付进入热恋期的哈士奇男友。男友自从暴露原形后彻底放飞，会在我开视频会议时突然冒出来，把下巴搁在我肩膀上求摸头，会在我敷面膜时叼着玩具球用湿漉漉的眼睛望着我求陪玩。我亲眼看见他追着自己的尾巴在客厅转了10几圈，最后转晕撞在沙发上。我正在花园里帮未来婆婆的玫瑰花调解纠纷，东边的红玫瑰嫌西边的白玫瑰开得太白，像办丧事。男友叼着飞盘跑过来，小何晚安。我叹了口气接过飞盘，随手一扔，男友兴奋地嗷一声，像离弦的箭冲出去，精准在空中接住飞盘，得意洋洋地叼回来，在我脚边摇尾巴求表扬。我敷衍地摸了摸他的头，你真棒。就在这时，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我接起电话，那头传来许曼青阴冷又熟悉的声音，念和是吗？我皱眉，有事想知道他的秘密吗？许曼青的声音满是恶意，来城西废弃工厂，我只等你1个小时，你不来或者带了别人，我保证你会后悔一辈子。说完就挂了电话。我看着手机陷入沉思，男友最大的秘密不就是他是只二哈吗？这我早就知道了，还有什么？
男友最大的秘密不就是他是只二哈吗？这我早就知道了。还有什么？他除了二哈血统，还获了泰迪。我回头看了一眼还在傻乐的男友，最终我还是决定一个人去，不是傻，是好奇。男友还有什么比原型是二哈更劲爆的秘密？工厂里空无一人，满是灰尘和铁锈味。许曼青站在中央，穿一身黑色紧身衣，和平时的白莲花模样判若两人。见了我，他冷笑：“你还真敢一个人来，蠢货！今天就让你知道人类和妖族的差距。”我暴毙。我很忙，家里的花还等着我调解矛盾。许曼青的脸抽了一下，少废话，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离开他，否则别怪我不客气。我笑了，不客气，像上次那样，请我喝发霉的咖啡。许曼青被戳中痛处，你真以为他爱你？你知道他为什么选你这个普通人类吗？我挑眉，因为我好看、心善，还会撸毛。因为你是活的镇定剂，他的血脉有严重缺陷，精神力极不稳定，随时可能彻底失控。你的出现，你身上那股怪气息，能安抚他的精神力。他根本不爱你，只是把你当药。镇定剂。我低头闻了闻自己，还是99块2大瓶的洗发水味。许曼青见我沉默，以为说中了要害，更加得意。现在知道了吧？你就是个可怜的替代品。等妖族研究院研发出稳定药剂，你就会被像垃圾一样丢掉。我看着他因极度扭曲的脸，突然觉得好笑。就算我是药，也是他选的药。你呢？连当药的资格都没有。酸不酸？许曼青彻底被激怒，身后唰地展开一对华丽却带着杀气的孔雀尾羽，无数羽毛像钢针般朝我射来。波儿，来真的，说好的都是言情，怎么突然变玄幻武打了？我一个普通人类，根本躲不开。一阵风声掠过身旁，我睁眼看见一个高大的身影挡在我面前，是男友。他张开双臂将我护得严严实实，那些钢针般的羽毛全扎在了他后背上。我惊叫出声，他回头对我露出傻气的笑，嘴角还挂着血迹。小何，别怕。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这傻狗！许曼青见了男友，满脸震惊。哥哥，你怎么会来？男友转过身，脸上的傻笑瞬间消失，清澈的眼眸变成深邃的冰蓝色，翻涌着骇人的风暴。一股强大到令人战栗的气息从他身上炸开，整个废弃工厂仿佛瞬间坠入寒冬。许曼青，他的声音低沉的可怕。谁给你的胆子动我的人？许曼青被吓得后退2步，连孔雀尾羽都收了起来。怎么会这样？他的气息比族里长老说的还恐怖。他不是该失控了吗？为什么？男友一步步走向他，后背上被羽毛刺穿的伤口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我本不想对你动手，看在两家多年交情的份上。他缓缓开口，但你千不该万不该打他的主意。黑色雾气从他身上弥漫开来，那条哈士奇尾巴变成纯黑色，还燃着幽蓝色火焰。我震惊地看着他的背影，说好的纯种哈士奇，这明明是地狱3头犬的配置。你不是他？许曼青惊恐尖叫，你到底是什么东西？男友歪了歪头，露出诡异的笑。我当然是他，不过是另一个他。他抬手，黑色雾气在掌心凝成一把长刀。现在为你刚才的行为付出代价。他举刀就要砍下去，住手！我大喊着冲过去，从后面抱住他的腰，看着我，清醒一点。他身体一僵，暴力的气息瞬间停滞。我把脸贴在他后背上，感受着他滚烫的体温和剧烈的心跳。别这样，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我喜欢的是那个会追自己尾巴，会叼飞盘求我陪玩的傻狗。我不是，你就是。我打断他，你是我的二哈。全世界最帅最蠢的二哈。我抱着他，轻轻顺毛，就像平时安抚他那样。神奇的事发生了，他身上的黑色雾气渐渐消散，冰蓝色眼眸恢复清澈，掌心的黑刀化为青烟散去。他转过身，一脸茫然地看着我。小何，我刚才我怎么在这儿？发生什么了？小何抱着我，好开心。好家伙，不仅精分，其中一个人格还没记忆。许曼青趁机连滚带爬地逃走。工厂里只剩我和一脸懵逼的男友。我看着他，叹了口气，伸手捏住他的脸。你瞒得我好苦。瞒你什么？他依旧无辜。我指了指他那条还燃着蓝火的黑色尾巴，解释下，哈士奇先生，你们家的哈士奇都是从地狱进口的。回到家，客厅气氛凝重的能结冰。未来公公、未来婆婆、未来小姑一家3口排排坐，男友耷拉着脑袋跪在我旁边的搓衣板上，黑色火焰尾巴蔫蔫下垂，火苗都快灭了。所以我喝了口未来婆婆泡的鸭精茶，缓缓开口，这一切都是你们演的戏。未来婆婆的狐狸眼都红了，快哭出来！我的傻儿子怎么就暴露了？这下席要跑了。未来公公脸色铁青，家门不幸啊！未来小姑满脸担忧地看着我，嫂子不会真要走吧？以后谁帮我翻译仙人球的心情啊？在我的死亡凝视下，他们终于和盘托出真相。原来男友根本不是什么基因突变的哈士奇，而是上古凶兽地狱3头犬的后裔，只是他血脉极不稳定，体内住着2个人格，一个是我平时见到的蠢萌粘人、爱拆家的哈士奇人格，另一个是方才在工厂出现的强大冷酷、暴力嗜血的地狱犬人格。平时由哈士奇人格主导，所以他看起来像个傻子，可一旦受强烈刺激或是真实的人遇袭，地狱犬人格就会被唤醒，而这人格一旦出现，破坏力极强，还六亲不认。家里这些年一直在找稳定他血脉的方法，直到发现了我。我身上有种与生俱来的亲和力，不仅对动植物有效，对妖族尤其是男友有着天然的安抚作用，所以他们才策划了那场见家长的戏，假装是普通狐妖，假装男友是蠢萌二哈，目的就是让我放松警惕，留在他身边当人形镇定剂。他们赌我会被哈士奇人格吸引，爱上他。听完解释，我沉默了很久，客厅里静得可怕。
我以为我男朋友只是只蠢萌的二哈精，直到那天他为我挡下致命一击，在我面前彻底掉马。后来他跪在我面前，全家才支支吾吾坦白，哪有什么基因突变，他是上古凶兽地狱3头犬的后裔，身体里住着2个他，一个是只会追尾巴拆家的傻子，另一个若失控足以毁天灭地，而我竟是他们费尽心机骗来的人形镇定剂。男友终于忍不住挪到我脚边，把头枕在我膝盖上，用狗狗眼可怜巴巴地望着我。小何，对不起，我不是故意骗你的。对着这么一张帅脸，一双真诚的眼睛，我还能怎么办？只能原谅他。我叹了口气，揉了揉他的头发。你到底是哈士奇还是地狱犬？男友愣住了，眼神迷茫。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爱小何。就在这时，他身上气息突变，眼眸再次变成冰冷的蓝色。地狱犬人格上线了。他站起身，居高临下的看着我，表情冷漠。我们都是他，没有他，我只是只会破坏的野兽；没有我，他只是无法保护你的傻瓜。冰蓝色的眼眸定定锁住我。念和，骗你是真的，但我爱你是真的。话音落，气息又变了回去，变回了那只熟悉的二哈，一脸紧张地望着我。我看着他，突然笑了，起身当着全家人的面捧住他的脸，狠狠吻了下去。男友眼睛瞬间瞪圆，小何亲我了，幸福的要晕了。他身后的黑色火焰尾巴火苗忽地窜起3尺高。一吻结束，我看着他通红的脸宣布，行吧，我原谅你了。男友激动的原地蹦了3下。未来婆婆和未来公公松了口气，脸上露出劫后余生的笑。但是我话锋一转，所有人的心又提了起来。我指着男友，欺骗我的账慢慢算。日子又回到了热热闹闹的正轨，只是多了些专属惩罚日常。男友果然乖乖包揽所有家务，人形石记着围裙洗碗，洗到一半会偷偷凑过来索吻，原形石就化作地狱犬，用尾巴卷着拖把拖地，拖完还会把沾了灰的尾巴凑到我面前求撸，气得我拍他脑袋让他去洗澡。每天下午我都会泡在未来婆婆的花房，一边撸她蓬松的胡毛，一边听各种花草吐槽。红玫瑰和白玫瑰还在拌嘴，龟背竹则会慢悠悠分享她听到的八卦。整个花房热闹得像个菜市场。直升机落地时，男友会变身地狱犬，小心翼翼叼着花盆往花园跑，生怕磕着碰着。或许这场相遇始于欺骗，或许他的血脉藏着隐患，但只要身边有彼此，有这一家子吵吵闹闹却真心待我的腰，这样的豪门生活好像也不错。